在共产党创立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周恩来都是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一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才逐渐取代了周恩来。至于毛泽东是怎么取代周恩来的，毛泽东时代官方语言不详，只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死后，史料被披露，原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层，总书记仍然是博古以及后来的张闻天。红军的指挥权仍然在朱德、周恩来手上。于是官方改口说，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今天我们就聊聊毛泽东是怎么把自己的上级周恩来变成自己的下属的。1926年初，在广州，毛泽东与周恩来初次相逢，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则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可谓是春风得意。这年的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职务，前往上海，进入中共中央核心，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毛泽东则回到地方，开展农民运动，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两人并无太多交集。1928年，毛泽东率领部队与朱德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称红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毛泽东大权独揽，与朱德摩擦频频。1929年，中央派刘安恭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和刘安恭硬杠，准备给刘安恭一个下马威，亲自主持了白沙会议。本以为众人会支持自己，哪知道红四军大部分领导都不支持毛泽东。不久，红四军7大召开，直接让尖酸刻薄、权力欲强的毛泽东下了台。毛泽东一气之下，带着贺子珍跑到骄阳称病不出。在毛泽东看来，没有自己，谁也指挥不了红四军。不出毛泽东所料，朱德、陈毅指挥的红四军连打了几个败仗。朱德、陈毅以军队为重，亲自上门请毛泽东，好话说尽，毛泽东不为所动。养病期间的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告状。中央领导周恩来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既批评了毛泽东，也批评了朱德，实际上是给毛泽东撑了腰。毛泽东也识时务地说自己病已经好了，回到红四军。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周恩来和稀泥的处事之道，毛泽东看在眼里。1931年，周恩来在中央因为路线斗争被共产国际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一时颜面扫地。在周恩来看来，权力中心危险重重，他想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于是周恩来秘密潜入江西，来到毛泽东所在的，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江西后，并不喜欢毛泽东霸道的作风，但周恩来因为缺乏成功的军事经验，便想在指挥军队中借重毛泽东的长处。于是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力排众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按常理，下级被重用，下级一般感激不尽。但善于斗争的毛泽东看出了周恩来的心思，并不买周恩来的账，甚至蔑视自己的上级周恩来。在参与最高军事会议时，毛泽东谈问题常常不着边际，天马行空，与众人争论不休，让周恩来头疼不已。为此，周恩来发电报给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想让中央局给毛泽东戴个紧箍咒。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清算了毛泽东的旧账。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指挥作战。周恩来只是想敲打毛泽东，并不想毛泽东离开，于是他建议毛泽东仍留下来做助理。毛泽东可不吃这一套，他清楚周恩来离不开自己，于是毛泽东故技重施，回后方养病去了。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支撑不了多久，就会像朱德、陈毅一样，请自己收拾残局。然而，毛泽东的算盘落空了。毛泽东甩手后，国民党调集了40万大军，
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没有毛泽东帮助的周恩来只好赶鸭子上架。俗话说，没有张屠户，不吃混毛猪。1933年2月，周恩来与朱德采纳林彪的建议，打了2个大胜仗，一举粉碎了第4次围剿，比毛泽东指挥的前3次反围剿打得更加漂亮。因为前3次只是国民党的杂牌军，而这次则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这一胜利使周恩来在红军中声名大振，也使毛泽东的计划落空。长期以来，毛泽东在红军中所形成的地位也崩塌了。周恩来不仅成为红军的总政委，而且凭借在军中的人脉，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此时王明也刻意拉拢周恩来。毛泽东终其一生最害怕的就是别人联合起来。此刻毛泽东的心情不言而喻。1933年1月，周恩来仍在指挥第4次反围剿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危险，也迁入江西。成立临时中央时，王明明确告诉博古，一旦到了政治局委员集中的地方，必须把中央大权交出来，听从政治局的安排。但博古到根据地后，隐瞒了这一情况，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的身份自居，把党权牢牢抓到手里，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虽然是知情人，但他没有揭穿博古。看破不说破，这是革命自保的大智慧。不久，博古从上海搬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把周恩来调回后方，由李德一人指挥红军作战。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了3人团。此时，周恩来虽名义上是军委的副主席，但实际上已沦为一个跑龙套的。蒋介石集中兵力，稳扎稳打，进攻中央苏区。李德则指挥红军同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面对面的打阵地战。结果红军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红军由85000人骤减为3万人。红军充满了不满情绪。毛泽东一直在等待机会。第5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毛泽东抓住机会，利用大家的不满四处活动。毛泽东说服了王稼祥，又拉来了张闻天，一起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向博古为首的中央3人团发难，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博古、李德认为毛泽东是乘人之危，和稀泥大师周恩来则不明确表态。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有了3票，而博古、李德、朱德、周恩来则有4票。周恩来显然不会轻易支持毛泽东，胜负未定，周恩来是不会直接和国际背景的博古、李德撕破脸的。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想法，于是对周恩来提出，政治局会议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进入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党内军中有一大批追随者，他们都是党内军中的实力人物，并且在政治上多采取中立态度。他们虽然承认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但并不赞同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他们更愿意让待人谦和的周恩来主持军中大计，同时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虽然第4次反围剿的错误是李德和博古的，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主动承担了责任，所以周恩来仍然得到大家的支持，被确定为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成为了周恩来的属下，回到了从前的格局。老谋深算的毛泽东推举他的政治盟友张闻天取代博古，这样一来，既堵死了博古东山再起的可能，又笼络了具有国际派背景的张闻天，为张闻天提拔自己做了铺垫。遵义会议后，总书记还是博古以及后来的张闻天，军事指挥权还在周恩来手上。毛泽东只是进入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仍旧是周恩来的副手。有人说周恩来缺乏杀伐决断，事实并非如此。以他处理顾顺章的手段，说他心狠手辣一点不为过。也有人说周恩来不会打仗，从周恩来指挥的第4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来说，周恩来也不缺乏领导军队的能力。
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就一直处于中共的权力核心，因此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从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到张闻天主政，周恩来从不缺乏当一把手的机会，但他从不出头，他知道那是一个危险的位置。他的策略都是韬光养晦。遵义会议后也是如此，由张闻天出头，自己主管军事。周恩来主管军事后，并没有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是让毛泽东放手去干。除了因为毛泽东的确有军事才干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打得好是周恩来领导有方，出了问题则由毛泽东背锅。毛泽东自然明白周恩来的用心。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上城之战就打了一个大败仗。之后攻打古新场时，毛泽东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相要挟，反对攻打，结果经表决撤销了毛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最后还是周恩来和稀泥帮毛泽东解了困。1935年5月，在毛泽东指挥土城战役、鲁班战役失利之后，在四川会理县由张闻天主持了扩大会议。林彪在会议上提出由彭德怀代替毛泽东任前敌指挥，此事让毛泽东几十年后还耿耿于怀，他怀疑是彭德怀鼓动林彪写的信。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重演，毛泽东以作战需要独断专行为名，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今后的军事作战。提议通过，团长为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为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在中共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一直持续到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俗话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毛泽东并不甘心给周恩来打工，他时刻准备着，他洞察着一切可以夺取权力的机会。1935年6月23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等率中央及军委机关40余人，步行2公里，在细雨中迎接张国焘。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红四方面军的领袖张国焘和毛泽东是一路货色，都是权力欲极强的人。张国焘自恃是元老，红四军又兵强马壮，便以此为资本，策动手下向中央伸手要权。毛泽东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实权职位绝对不能给他。毛泽东怎么能忍受张国焘骑在自己头上拉屎？一旦骑上去了，想让他下来可就不是容易事。但只让张国焘当副主席，他不会甘心。张闻天表示愿意让出总书记给张国焘。毛泽东说他糊涂，让一个实力派坐上总书记的宝座，不是给他披龙袍吗？毛泽东打算让张国焘当总政委，因为红军总政委一职早已变得有名无实。这样既安排了张国焘，又名正言顺地把上司周恩来这块绊脚石挪开，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周恩来和张国焘结成同盟。红一方面军虽然军事实力不行，但因当时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们随军，占有人和之力。于是毛泽东打出正统牌与张国焘斗争。与此同时，毛泽东取代周恩来的机会也不期而至。因为寄生虫感染，周恩来得了急性肝脓疡，高烧不退，神志不清，病势危急，急需手术，但没有条件，一时间生死难料。在邓颖超精心照料下，周恩来排出了半盆脓液，才死里逃生。在周恩来因病无法出席会议的时候，毛泽东和张闻天以调整常委分工的名义，对周恩来缺席撤换。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决定，由毛泽东取代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从此，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大病初愈的周恩来，此时哪里有心情争名夺利，也就顺水推舟接受了。尽管毛泽东已经正式坐上了军中第一把交椅的位置，但他对周恩来仍不放心。周恩来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仍然担任着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在军中的影响力很大。毛泽东十分担心周恩来只是暂时隐忍。1935年9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
与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同张国焘争论的经过和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同时决定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5人团，负责处理军中大事。通过这一步骤，周恩来成为了5人团中唯一一个没有实际军职的人，在军中的地位大跌。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王稼祥看不过去，他在会上提出周恩来有多年的军事工作经验，应该留在军中。毛泽东马上假意推让，说军事工作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当副手。周恩来当然知道毛泽东的意图，无非是不想让自己染指军队，但周恩来也不甘心就这样被排挤出局，改做党的工作，于是表态说，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就这样，毛泽东出任了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则担任军委副主席，正式成为了毛泽东的副手，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毛泽东需要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和组织才干，他骑在周恩来头上后，对他采取了又打又拉的2手策略，既对周恩来心存戒备，不断敲打，又把他看作是自己驯服的工具，委以重任。毛泽东一生消灭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唯独对周恩来无可奈何。为了避免周恩来反水，毛泽东把周恩来绑在自己文化大革命的战车上，为自己冲锋陷阵。即便周恩来处处小心，事事服从，毛泽东仍不放心，反复拿30年前宁都会议的旧事恫吓周恩来。1972年，毛泽东在得知周恩来患膀胱癌后，让医生向周恩来和邓颖超隐瞒病情，并阻止医生为周恩来手术，导致周恩来失去最佳治疗机会。1974年，周恩来的癌细胞已扩散后，毛泽东才恩准了他的手术。周恩来在2年时间内做了14次手术后，在战战兢兢中死去。1917年，年仅19岁的周恩来写下了这样豪迈的诗句：大江歌罢掉头东，岁密群科几世穷，面壁10年图破壁，南筹倒海一英雄。